嗨，大家好，我是阿森。以前有没有在小说或者说是电视剧里面听过这样的一句话，说是宁可在夜晚的时候待在荒坟当中，也不愿意夜宿废弃的古庙。那荒废的古庙真的就比坟地更加的可怕吗？今天我们就要去探寻一座荒废多年的古老的寺庙，只因为这里的煞气很重，当地的人就很少靠近这里。那到底是真是假呢？我们就一块儿去一探究竟。我现在走在一片竹林之间，这里非常的黑，周围就是茂密的一片竹林。刚刚走到这里花了不少的时间，而现在我发现，在我的这个周围有很多的大青石，这些看上去就像是某种古迹一样。还记不记得上次我们说过，有竹林的地方必然就会有寺庙。你看我周围的这些大石块，这都是以前的古迹，现在全部都已经荒废了以后呢，倒塌下来。这里像是某一种防御的要塞，或者说是某一种城墙。大石块，看上去就像是动物的一个壳一样，哇，特别的大。随处都能看到曾经的那些人他们在这里有生过火。这石块，我感觉这里有点像是一个古代的专门堆，或者说是专门放置他们的古墓的地方。到处都有很多像古碑、古墓一样的这种造型的东西，当然我也没走进去看这里的路不太好走。来看这里，我想我已经找到这个寺庙了，它就在这个深山当中。你看这里有一对狮子，这狮子好像是被破坏过，它的腿都已经没了，但从它的造型来看还是蛮威武的。这鼻子，你看这两只石狮它们虽然历经了几百年的时间，而且底部的腿也都遭到了不同程度的损坏，但是从它的身形还有头部来看呢，却保存得比较的完好。你看这一只
他的眼睛啊很大，看上去炯炯有神的，而且表情呢既严肃又不失可爱。这是雕刻的比较的精致，他们就静静的守护在这个寺庙的大门处。这就是寺庙的入口了。这个寺庙的入口啊，和以往我们看到的还不太一样。它的左右两边啊，各有一只神兽，把这个立柱啊给顶了起来。你以往我们看到的，要不然的话就是已经变成了遗迹，或者说是已经都消失不见。现在却能完好的看到它的这种构造，是不是还蛮独特的？即便我不知道这个神兽叫什么名字，也风化比较厉害，但确实给人感觉到真是特别的独特。这里还有一个佛龛，哦，这是一个空龛，里面的佛像已经不知道被谁盗走了，或者说是已经被搬走了，现在就只留下了这样的一个空的一个石槽。走，进去看一下。这里面好黑呀！嘿，有人吗？哇哦，特别的高啊！这里面全是木质的屋梁，老式的电源开关。地上有一个席子，依然是比较高的一个空间。这边还有一个木质的窗户，都是木质的结构。你看，曾经的这个寺庙的地台。上面还有花的这种造型，哇哦！你看这个地基啊，都已经塌陷下去了。里面同样是一些乱七八糟的竹子。并没有落上那种日期，很多的寺庙的横梁上面应该会修建这个日期，但现在却没有看到。两边应该都是相同的结构。哦，刚才的那个席子啊，是上面的有点像天花板的意思，不过那边已经掉落下来了。这里还能看到老式的这种白炽灯光，拉不动了。这个坛子空的，这外面看上去好多的坟，不知道是不是以前那些僧人的坟啊？这外面就是你看。残垣断壁的一片森林，特别的荒凉。现在这个建筑的立柱哦，都已经倾斜了。特别的黑。
每个房间的大小都差不多，但地基呢现在都有不同程度的塌陷。你看，整个房间现在上面的东西都已经掉落下来了。你看这木板上面啊，还写上了字，写的什么？这伟字吗？伟大的中国共，应该没写完吧？看一下外面，看到什么东西吗？上面有电线。这有点像是一个储藏间，房间并不大，旁边也是一个相同的。你看，上面就是大石块堆在上面，杂草丛生。看这个房间，墙壁上面好像有被烧过的痕迹。哇，来看这里，哇，这上面原本应该是吊的一个灯，但不知道为什么会吊了一个像这样的一个木棒，有点像是一个弹枪。再往上面呢，却是一个碗，这还蛮奇怪的。下面，你看，非常的锈浊了。曾经的壁画，地上有凉鞋，应该是个生活间吧。哇，这应该就是主殿了。这主殿看上去啊，破损非常的严重，不知道是不是大雄宝殿。这里应该就是主殿了。你看，从它的外观来看啊，其实这个主殿它的破损非常的严重。这个建筑呢，它里面的这些杂草都已经长出来，把路给堵上了。周围还有一些古迹一样的东西。哇，这是主殿了。你看，这尊佛像啊，它头都已经被损毁了。从它的这个造型来看，有点像是观音菩萨。左边的这一尊的头现在也是风化的看不清楚了。你看这里还掉了一尊吧，应该是倒下来了。普度众生。主殿破损非常的严重啊。这边还有药王，这应该是送子观音。哇哦！这应该是一个功德碑，万年天。上面的字啊，都已经风化，看不太清楚，而且现在光也不是很好。
盘子。是不是损毁得特别的严重？窗户啊，现在都已经没了，从这里都可以爬出去。我感觉这里可能是一个厨房吧，下面还有生火的地方。看烟囱。民间传说中啊，废弃的古庙常常是神佛被遗弃的地方。那这样的地方呢，往往也不会再给当地祈福，所以就很容易被妖魔鬼怪给侵蚀。就像以前我们看到神话故事，或者说是小说里面曾经写到的，很多的书生啊，去京城里面考状元，却因为在路上入住了这样的寺庙呢，被妖怪给吃掉了。就像我们熟知的兰若寺。根据迷信的玄学中啊，说大多数的人死了以后呢，都会转世，而埋葬尸体的地方则是荒芜的坟墓。像少数无家可归又徘徊在坟墓旁边的这些鬼魂，则被称之为孤魂野鬼。但是传闻啊，寺庙里面的鬼和那些野鬼呢，他们是不一样的。由于寺庙里面的鬼魂呢，比这些孤魂野鬼啊，它的等级要高上不少，所以一旦这些寺庙废弃过后呢，就会汇集许多的冤气，而这些冤气呢，又以害人为主。所以一旦来到这样的地方，你觉得是荒坟恐怖，还是这样的古庙更恐怖呢？你看现在外面的天气啊，已经完全黑完了，周围很远的地方呢，能听到有火炮的声音，而这里却异常的冷清。那我现在得赶快离开这里了，要不一会儿一些孤魂野鬼啊，真的跑出来，那可就麻烦了。好吧，那我的旅行啊，又将继续。那我们下期再见。相传啊，明朝有2位大臣呢，曾带着数千的家丁啊，隐居于此，却在某个雪月之夜呢，听见这寺庙中啊，刀光剑影，惨叫连连。而到了第2天以后呢，所有的人啊，竟然离奇的消失了。从此以后呢，这里便空无一人，只留下了未干的血迹和散落的兵器吧。那这数百年来啊，那些闯入者呢，总会在深夜时分听见铠甲碰撞与低哑的声音。有人说，曾见过2道模糊的人影啊，会在月下呢进行对决。那他们是谁呢？就不得而知了。不过如今啊，残破的雕花梁柱上面呢，布满了抓痕，还有花园里面被刚才那些茂密的植物遮挡住的古井里啊，好像也会不时传来金属碰撞的回响声，仿佛那些已经消失的灵魂啊，仍在这黑暗中等待着什么。或许这些秘密啊，就隐藏在寺庙永远解不开的谜团之中了吧。副官了宰相啊，人家后来上来当和尚了，人家瓦片都在家里从坡底下地上来，好多人嘛。大和尚5万5，小和尚不晓得数，好多人，你看好多人。大和尚5万5，小和尚不晓得数，好多人。听老先生说，这个隐藏在迷雾深处的古老寺庙呢，曾一度被人称为神秘院，传闻至今都笼罩着一层挥之不去的诡异气息。有人说，过去在寺庙的地窖里面，曾经发现过一对小金龟，而最奇怪的地方呢，就在于它的眼睛竟然会诡异的转动。那些发黄发旧的图纸呢，每逢在子夜的时候，
便会浮现出血色的纹路，这就好像在指引着要去到某个不详的方位一样。不过我自始至终呢，也没发现什么宝藏图。那这个传说到底是真是假呢？谁知道呢？